倒卷弓动作呢，有的这个地方也叫它倒撵猴。这个动作呢是以退为进，重心呢是往后移动，但是呢它的这个用法呢并不是往后退，而是以退为进的一种方法。那么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完整的动作演示。手挥琵琶做完以后，右手往下松沉，同时手臂外旋，左手也是一样，手臂外旋。右手往自己右后方45度方向打开，转正，同时提大腿带小腿，向左外侧侧步45度方向落脚，推掌，食指对准自己鼻尖，背往后一靠，松腰松胯。展开左手往自己左后方45度方向打开，两掌心同时翻转，掌心向上，左手收至左耳侧，右脚提起，向自己的右后方45度落脚，重心后移，前脚以前脚掌为轴，脚尖捻正，重心保持在自己右支撑腿上，伸展两臂，提左脚，撤左步，推掌，背往后一靠。展开两臂，舒展开，两手角度接近135度，提大腿，右腿提大腿带小腿撤步，向自己的正后方偏右侧落脚，前脚捻转。手挥琵琶做完以后，我们做倒卷弓的动作，右手外旋，同时往下松沉，往它的右后方45度方向旋转伸展，同时左手臂也是外旋，两掌心同时翻转，掌心向上。这时候左腿是虚腿，提左腿，要求提大腿带小腿，把左腿提起来，右掌收至自己右耳侧，左掌同时往下松沉，左脚往自己的后方偏左一点点，脚的落脚的角度是左斜侧方45度方向，右脚脚前掌为轴，捻转转正，同时两掌相错，两掌相错，千万不要这样相错啊，上下相错，然后自己右掌推按至自己的鼻尖的前方，食指对准鼻尖，左手呢收至自己的左腹侧，这时候右腿虚，左腿实。展开左手臂跟右面相同，方法相同，舒展开，伸展右臂，伸展左臂，沉肩坠肘。好，右手收至耳侧，右腿提起，提大腿带小腿，撤至自己的正后方的偏右一点点，捻转。转的时候，自己左手力打掌根，左手推出去以后力打掌根，右手呢到自己的右腹侧就可以了，胯根是松沉的，胯根不要翻起。好，做第三个，两手臂同时旋臂，这个角度接近135度啊，两个
这个左手臂和右手臂的这角度接近135度，但不是说正好135，不是，而是接近135度左右。左腿慢慢提起，用大腿提起，带起小腿往后方撤，撤步的同时两掌相错，上下相错，食指对准自己鼻尖就可以了。展开，两臂舒展开，这时候含胸把背。2提大腿带小腿，左手收耳侧，右手往下松沉。3左掌往前推，右手收到右腹侧。好，收。手挥琵琶变倒卷弓动作练习时候，容易出现很多的这个错误动作。那么错误动作主要集中在哪儿呢？比如右手松沉的时候，往外旋转旋臂的时候，这个手呢直接蹬回去了，不往下松沉，也就是右臂呢直接蹬往后展开了，不要，而是右手臂一定要有一个外旋往下松沉，往右后45度方向。对，展。好，再做一遍。这个时候有的同学前手不动，只是翻转自己后手走，前手不动，只是翻转后手，这是错误动作。两臂同时外旋，只不过左手臂外旋的这个它只是一个外旋，它的运动幅度比较小，只是一个外旋松沉。右手不仅展开还要外旋，所以呢它这个运动幅度呢比较大，但是两个手呢要同时完成一个动作。好，再来一遍。手挥琵琶以后走1，展开2，注意两手手腕与自己肩同高，肘低于手，低于肩。好，2的时候呢，前腿应该是提大腿带小腿，但有的同学就不是，他是往回拉扯自己前腿，对，就走了，拖泥带水。那动作一定要轻灵，提大腿带小腿，撤步走，右手收耳侧，哎，推掌。这个时候注意肩要松沉，不要拧肩太过，肩要松沉，含胸拔背。这个时候容易出现从侧面看塌腰凸臀，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求脸臀立腰。对，脸臀立腰，提顶竖向，身形要保持中正。好，第二个走打开。大家从后面看的时候，这个手臂有的同学呢，打开的时候过小，接近90度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就过小了，一定要接近135度啊。然后前腿呢不要过直，走提膝，走收手。撤步推掌，这时候有的同学这个前腿呢膝盖过直，整个把重心全部放到后腿去了。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求是，虽然前腿是虚腿，但是呢前膝盖微微有一点点顶进，胯跟这儿一定是松沉下去，重心落在后支撑腿上，脸臀立腰。好，再走展。这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下颚一定要收住下颚，但有的同学呢是抬下颚。就仰下颚，不要仰下颚，收住下颚，眼神通过右手往外侧方向看出去，眼神一定要看出提顶竖向。好，沉肩坠肘，右手收耳侧。好，撤步推掌，背一定是要往后倚靠的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注意，一定不要先撤臀部。大家再做一遍，走，展开手，再做一个。这个时候撤步的时候，有的同学就是先撤臀部，看身体向前倾，走，臀部先往后走了，走，你看撤步形成塌腰凸臀。这时候我们要求是脸臀立腰，背往后倚靠，形成立身中正。收势。好，我们再把身体右转90度，再做一下正面的，大家看。手挥琵琶做完以后，走1，打开右手的时候，右胯注意右胯容易突出，对，向右突出。2，这时候我们要右胯进去，2提腿，容易走 S 型，就是这个脚往里了，往右脚的后侧方走了。你看一走撤步，
这时候成 S 型了，再撤右脚又成 S 型了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做应该是再来往前一点，我们再来一遍啊。这时候我们撤步的时候，左脚撤的右脚跟内侧偏左一点点，然后45度落，以右脚前脚掌为轴，捻转正。这时候两脚就不会撤成，你看不会撤成这种 S 腿了啊。所以我们要撤步的时候，方向位置都要对。好，再展开左手的时候，大家看，舒展手臂，微微小了一点，再宽一点啊。好。沉肩坠肘，这个肘臂不要往外走，一定是沉肩坠肘往下松沉。好，这个胯跟也是一定要正。2提大腿带小腿。3撤步的时候注意胯跟，对，不要往外突出，一定要敛臀立腰。好，收势。倒卷弓的攻防含义，大家看一下。假设对方右拳啊这么向我击来，那么他右拳向我击来的时候呢，我用同侧方的手去迎击对方。那么握住对方以后，这有一个旋拧，撅对方手臂，一定注意是旋拧啊，不是直抽。旋拧的时候，把对方手臂整个髋关节撅起来。那么这时候我去击打对方，怎么击打都可以，击打面部也可以，胸部也可以。那么这个它整个躯干部分都是一个开的动作，等于是我都可以去击打。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方法。再有呢，这是我从内侧手接，如果他从左手来攻防，这来攻打。那么左手攻打的时候，我就是从他的外侧方去接手。那么从外侧方接手的时候是一个反关节动作，那么我这个两掌错掌的时候就是一个反关节撅臂的动作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，这个倒卷弓两手这个错掌的过程中是一个撅臂反关节一个动作。那么这个时候也有一个错的这个动作，是一反关节撅臂动作啊。那么这就是这个倒卷弓的攻防含义。倒卷弓这个动作练习时候呢，主要我们注意脚上动作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注意不要退成 S 腿，你看这样来回来去就拧，不要退成 S 腿。我们是在保证这个重心高度不变的情况下，你看撤步的时候，往自己的右脚的内侧方的左后方落一点点，45度落脚，前脚呢以前脚掌为轴捻转。两脚之间横向还是有一定的距离，然后是提大腿带小腿撤步捻转的，这是腿上动作。那么手上动作呢，大家在做的过程中注意展开的角度接近135度左右为宜，不要太小。然后呢，我们撤的时候从侧面看，这手不要直抽，一定是走一个下弧，舒展开，两个手同时完成一个动作。因为我们的左手动作幅度很小，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做的时候左手很快完成来等右手，这个时候就感觉不协调了。所以我们在走的过程，左手的翻转的幅度稍微的慢一点点，速度慢一点，和右手同时完成。然后走的时候左手也是一样，要有一个松沉，不要左手不动只收右手，这个时候收右掌同时左手也有一个松沉，然后两掌相错。那么两掌相错的时候，大家从正前方看，不要这样，你看两手谁也不挨谁。那么相错的时候，两掌上下相错，左手往下松沉回撤，右手往前推，两掌的这种撑劲，从侧面看，你看两掌的这种对称劲要有，不是空的，这手上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就空的，一定要有一个背往后撑，手往前去，松沉的这个劲力到手上去。所以这个劲力的对称劲要有。
那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，一定要把意识灌到自己手上去，就是你这动作是干什么用的。我在做的过程中呢，它有这个意识灌到手上去，这个动作它就有味道了。如果你没有意识，那它只是在以这个运动路线、运动方向。太极拳它是一种拳术，它不是太极操，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做成太极操，而是要把它做成这个有味道的有意识的这个拳术动作来演练。倒卷弓动作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